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从第三根手指看命运，中指代表了你的财运，看看你这辈子能赚多少钱吧。人常说，手是人的第二张脸，虽然每个人都是10根手指，但每一个人的手指形状、大小不同，代表的人生运势也大不相同。那么，究竟生的一副什么样的手指才能一生好命、富贵盈门呢？中指是手指中最长的，而且位于5根手指头的中心，象征一个人的财运和事业运。下面我们分析一下不同的中指都是什么样的命运。1. 不同的中指，不同的性格。我们每个人的手指的长短都是不一样的，手指的长度都是根据个人身体结构决定的。所以说，手指的长短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并且我们还可以从手指中的某一个手指的长短来判断一个人的寿命的长短。中指短的男女，从理财角度看，分析也比较盲目从众心理，比如在股市、期货、楼市、基金等上面会盲从跟进，流年好时也可能获些短利，而长期来看输多赢少，一旦流年不利，运气不好，那么很可能一招不慎，全盘皆输。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人更重要的不是暂时的失利，而是很可能从此已经一蹶不振，导致失败的境地。结合命相学研究认为，无论男女，中指偏长的人，通常在理财方面，理性通经常会大于感性。无论男女，中指过长易自信，在感情方面，即使遇到挫折，也能够自我化解。从男人来看，中指偏长的男人通常是比较大男子主义；从女人来看，中指偏长的女人通常是典型的以自我为中心者。无论男女，命相学认为，如果中指过短，就表示一个人缺乏耐性，容易冲动和感性。因此，大凡中指短的人需要自己好好约束自己，规范自己的言行，否则的话，很可能做出让自己悔恨终生的事情来。从感情方面来看，中指短的人比较随和好客，但是情感往往不能持久，感性比较多，理性比较少。高兴的时候感情澎湃、丰富多彩，一旦遭遇感情的打击，则会失去信心，独来独往，孤独感极强。2. 中指的6种纹路。位于中指指尖处的十字纹被称为孤独纹，有此纹路的男性多孤独，身边朋友很少；女性则多不孕。为中指指尖上的星纹、大字、六字或米字纹等，均称作幸运纹。有此手相特征的人运气非常好，常会遇到意想不到的收获和幸福，因此其人的贵人运也很好。在遇到困难或危险的时候，通常都能有人出手相帮，从而化险为夷。中指子一节处有3条纹路画，便被称为姊妹纹。有此手相特征的人特别容易得到兄弟姊妹或朋友的帮助，在遇到困难和麻烦时，会有许多人向其伸出援手。位于第1到第2指节间的横纹被为孤约纹，有此纹路和人一生比较孤独，很难得到兄弟姐妹或朋友的支持和帮助，凡事都要靠自己打拼。另外，由于其个性较为独立，喜欢清静，因此身边的朋友不多，人际关系不是太好。同时要注意中年时期的灾厄。位于中指第2指节以下的一条横纹被称为漏约纹，有此纹路的人青中年时期比较不容易存钱，钱财有流失的现象。因此，尽量不要与别人有金钱往来或借贷关系，也不要操作投机性的理财行为，尤其要避免过度的投资或创业。位于中指第3指节，靠近中指根部处的圆环、车轮、井字或田字等纹路，均被称为财运纹。有此纹路的人有着很好的财运，可以凭借自己的敏锐和精明，获得很多财富。3. 中指较长，中指的长度占手掌的81%以上，就可以归类于特别长的手指里。
有这种中指的人喜欢逃避现实，不能很好的融入社会，该做的事不做，整天沉迷于玩乐，在旁人看来没有责任感，没有协调性，只考虑个人利益，而且爱沉迷于空想，喜欢逃到幻想的世界里去。中指太长也不一定适合于投资，通常中指偏长的人过于自信，表现在女性多为自我中心型，男性则大男子主义倾向明显。但一般讲中指偏长的人，对待金钱投资时通常都是比较理性，而不易感情冲动。中指的长度占手掌的70%至80%的，可以归类到长手指里。有这种手指的人性格比较神经质，缺乏活力，面对困难不想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而是指望旁人伸手帮忙，善于判断和思考。但我行我素的性格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又容易陷入空想，不能付诸实行。从男人来看，中指偏长的男人通常是比较大男子主义；从女人来看，中指偏长的女人通常是典型的以自我为中心者。不过，无论男女，中指偏长的人通常在金钱投资方面，理性通常会大于感性，在感情方面会比较有自信，甚至遇到挫折也能够自我化解。4. 中指长度均衡，相当的注重面子及别人对他的看法，喜欢打扮，希望众人目光都在他的身上，更是很注重名誉地位的人。5. 中指较短，中指的长度不满手掌长度的60%的，可以归类到特别短的手指里。有这种手指的人易失去理性，被本能欲求支配，行为举止自由奔放，自己设定了目标却不去努力达成，一辈子都发挥不了本来具有的能力。这种人几乎出生都会很有钱，比较会独善其身，自扫门前雪，自我为中心，欠缺正义感，标准的铁公鸡。如果中指过短，就表示一个人缺乏耐性，容易冲动和感性。因此，大凡中指短的人需要自己好好约束自己，规范自己的言行，否则的话，很可能做出让自己悔恨终生的事情来。从金钱方面投资来看，中指短的人比较盲目从众心理，比如在股市、期货、楼市、基金等上面会盲从跟进，流年好时也可能获些短利，而长期来看输多赢少，一旦流年不利，运气不好，那么很可能一招不慎，全盘皆输。郑博士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人更重要的不是暂时的失利，而是很可能从此已经一蹶不振，导致失败的境地。从感情方面来看，中指短的人比较随和好客，但是情感往往不能持久，感性较多，理性较少。高兴的时候感情澎湃，丰富多彩，一旦遭遇感情的打击，则会失去信心，独来独往，孤独感极强。6. 中指的分界线，中指第一节与第二节的分界线，若只有一条时，表示此人善于表现自己，不管自己的能力如何。中指第一节与第二节之间的分界线为2条或超过2条时，比较苛求别人，好议论别人。大多数人第二、第三节的分界线2条以上，此处分界线代表一个人的中心思想，调节个人思想的能力。第二、第三之间的分界线若只是单独一条时，则表示此人有独特的智慧，要么是白痴，要么异常聪明。7. 中指的外形，中指可以分为3个部分：中指第一节、中指第二节、中指第三节。中指特别长大，表示好色，且非常精明，性格孤独，厌世也多愁善感，谨慎多虑，精神抑郁，有神经质，处事优柔寡断。中指特别短小，表示肝火旺，缺乏主见，多变，为人自私，但也不占别人的便宜，胆小，以搞专业。第一节过短，提示体能较差，脑中枢神经不平衡。第二节过长，表明体格发育不正常，性格上有过分的警戒心，而限于神经过敏，凡事疑神疑鬼。第三节过长者，易患高血压，而第三节过短者，
则易患低血压病；短粗者肝火旺，细长者肝郁气滞；中指头尖细者感情敏锐，做事凭直觉；有些草率，中指头呈方形，表示性情敦厚，为人耿直；尖方者做事一板一眼，一丝不苟，富于计算，有数学观念，性格倔强；中指为椭圆形，表示个性柔弱，经不起失败的打击；中指第一节偏曲，为人偏执，有犯罪倾向；中指第二节上面生有叉纹，表示事业婚姻将遭到打击；中指第三节出现圆形纹，则是幸运降临的征兆；第三节掌侧面静脉暴露者多为肾阳虚、苍白、瘦弱细小者，提示心脑血管疾病或贫血；中指偏曲，指关节漏缝，提示心与小肠功能弱。最后，大家通过手指看命时，要结合全部手指和手纹。最后，希望大家都有富贵命。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